这个春天的世界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住往某个方向滑去。每天早上打开手机，新闻标题不是中东战火，就是川普遇刺未遂，不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就是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被斩首。你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忽然觉得这一切太过熟悉，仿佛早就有人写好了剧本，而我们只是在看着它一页一页翻开。更可怕的是，这本剧本不是今天才写的，也不是昨天才写的，而是在70年前就已经由一位德国巴伐利亚乡下的掘井老农夫在他的朋友和牧师面前亲口一字一句讲了出来。事情要从2026年2月22日凌晨说起。那个凌晨1点30分，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川普的海湖庄园，一个名叫奥斯汀的21岁年轻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携带一把霰弹枪和一个汽油罐，从庄园北门乘住另一辆正要出门的车辆掩护闯入。特勤局的2名探员加上棕榈滩郡1名副警长立刻将他包围，命令他放下武器。这个年轻人先是放下了汽油罐，但随即举起霰弹枪瞄准执法人员，结果被当场击毙。棕榈滩郡警长布拉德肖在事后的记者会上说，他把汽油罐放下来了，但接着就把霰弹枪对准了我们的警员，所以警员们别无选择。这是川普在不到2年内第3次遭到暗杀未遂。第一次是2024年7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一个名叫克鲁克斯的20岁年轻人从屋顶上开了8枪，子弹擦过川普的耳朵。第二次是2024年9月15日，佛罗里达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一个名叫劳斯的58岁男子埋伏在树丛中，手持 AK 步枪，被特勤局发现后开枪驱离。第三次就是这个2月的深夜，一个孤狼式的闯入者企图纵火加枪击，3次暗杀，3次都没有成功。有人会说这是川普的好运，有人会说这是特勤局的严防死守，但有一个人在大约70年前就已经把这个场景写进自己的预言里了。那个人不是美国的算命大师，不是中国的风水先生，而是一个在德国巴伐利亚乡下掘井的平凡老农夫。他叫做阿洛伊斯·伊尔迈尔。伊尔迈尔1894年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夏尔霍芬，1959年在弗赖拉辛去世，活了65岁。他一辈子几乎没离开过巴伐利亚这个乡下地方。他没读过什么书，识字不多，靠的是一双灵敏的手，替别人挖井，替别人测地下水源，替别人找失物。但从1928年开始，他突然开始拥有了所谓的通灵之眼。他会在半睡半醒之间看到各种画面，有人把这种状态叫做灵视。他最开始就是用这种能力替别人找失物，后来越来越准，他的名声开始在巴伐利亚乡下传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尔迈尔因为一件事成为全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能够替无数家庭寻找失踪的丈夫和儿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一家都有人上战场，他从不收1分钱，只要人们带一张失踪者的照片给他，他就能闭上眼睛，告诉对方这个人是已经死了，是被俘虏了，还是在哪个国家的哪个战俘营里。事后人们一个一个去核实，准确率高得离谱。战后巴伐利亚各地的报纸都称他是这个地区最著名的预言家，甚至是整个德国最神秘的人物之一。1947年，巴伐利亚政府以未经许可从事通灵活动牟利的罪名起诉了伊尔迈尔。他在法庭上当场展示自己的能力，让主审法官验证。据记载，他当庭描述了主审法官太太当天早上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几点起床，在家里做了什么家事，说了哪几句话，细节之多，连法官自己都汗流浃背。结果法官当场判他无罪。这个故事在德国流传了几十年，成为伊尔迈尔真实性的最有力证明之一。伊尔迈尔在去世前还成功预言过很多具体的历史事件，最著名的几个，第一是他在1952年就预言过第1颗人造卫星会升空，当时还没有任何人公开谈论这件事，而苏联的史普尼克1号在1957年10月才真正升空。第二是他预言过1961年柏林围墙的树立，说东西德之间会有一道分裂的伤口。第三是他预言过梵蒂冈会出现一位来自斯拉夫世界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果然在1978年当选，
成为400多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宗。第4是他预言过一场起于巴尔干的战争会点燃整个地区。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果然在他死后30多年接连爆发。第5是他预言过未来会有一种无形的疾病在世界上横扫，人们会被迫戴上面具，会被强迫隔离在家，会在自己家里数住日子过活。这一条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时被无数德国人重新翻出来讨论。然而，这位看似平凡的掘井人，从1947年到1957年这10年之间，反复跟他身边的朋友，跟他村里的牧师，跟上门采访的记者，甚至跟政府官员，一遍又一遍讲述一个挥之不去的可怕画面。他说，他看到了第3次世界大战，他看到了这场大战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演变的，又是怎么结束的。更可怕的是，他把这些场景描述的像是昨天才发生过一样，细节清晰到让人起鸡皮疙瘩。把他的预言系统整理并记录下来的是一位叫做康拉德·阿德迈尔的作家。这个人后来还担任过前德国总理梅克尔的顾问。他把伊尔迈尔讲的每一段话一字不漏写进自己的书里出版。伊尔迈尔还亲自跟另外几位目击者口头讲过一些不愿公开发表的细节，这些细节后来由第三方记录公开，直到今天仍是欧洲神秘学圈子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这些预言当时在德国引起巨大轰动，但随着欧洲进入战后黄金年代，慢慢被人们遗忘。直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再到2025年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爆12天战争，再到2026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代号为史诗愤怒的超大规模空袭行动。全球无数人翻开那本尘封的旧书，忽然发现伊尔迈尔在1950年代写下的一段段话和我们今天每天看到的新闻几乎一字不差，严丝合缝。他是怎么说的呢？伊尔迈尔反复强调，大战不会预先宣告，战争不是像报纸上读到的那样有一个正式宣战的仪式，也不是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先有长期紧张再慢慢升级。不，大战将会在某一个平静的夜晚毫无征兆的一夜之间爆发。他的原话是，我看到尘土飞扬，我看到3个数字，2个8和1个9，但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也不知道确切的日期。这段话让无数后来的研究者发疯般的去解读。有人说是1989年，但那一年只有柏林墙倒下。有人说是2028年加上某个日子。也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序列可能象征着一种计时方式，或者是某种密码。那么大战之前会有什么征兆呢？伊尔迈尔列出了一整串，我们一条一条对照今天的世界。第一，他说大战之前会有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人们会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富裕，物质享受达到巅峰。这一条从2009年金融海啸以后，欧美的量化宽松，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中国的4万亿基建大扩张，全球资产价格一路飞涨到历史最高点，这不就是他说的空前繁荣吗？第二，在繁荣之后会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信仰崩塌，人们会背叛传统的信仰，转向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条，过去20年欧美社会的世俗化，传统宗教的崩解，年轻人对宗教的疏离，谁能说不符合？第三，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道德腐化，伦理底线一次次被突破，社会风俗一次次被颠覆。这一条我们不多说，看看今天的社交媒体文化和各种社会新闻，你自己有感觉。第四，大量的外国人会涌入原本封闭的国度。伊尔迈尔当年特别提到，会有异族在日耳曼的土地上行走。这一条几乎不用多说，从2015年的中东难民潮开始，再到后来的非洲移民潮，再到南亚移民潮，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人口结构在短短1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五，通货膨胀会变得极其严重，货币价值一天不如一天。这一条，2022年以来欧美物价飞涨，土耳其里拉崩盘，阿根廷披索崩盘，到2025年伊朗里亚尔对美元跌破1:140万的历史低点，引发大规模抗议，全球2600人以上因示威动乱丧生。第六，德国会发生一场革命。这一条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德国右翼政党 AfD 的崛起，传统左翼联合政府的崩解，
民众对移民政策的反弹，德国政坛的动荡程度是战后从未见过的。把这6条连起来看，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又是冰冷的，又是不容忽视的暗示，正在压向我们这个时代？伊尔迈尔还补充过第7条征兆，他说，在大战爆发之前，会有一个假的和平出现，各国会坐下来签署条约，媒体会宣告和平降临，人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握手的画面，甚至会有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那些签约的人。但就在这种虚假的和平气氛最浓厚的时候，真正的战争火种已经被埋下，只等最后一根稻草压下。这一条让人想起2023年到2024年之间各种所谓的中东和平倡议，川普政府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扩大版，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最后却在2023年10月7日被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彻底打碎。以色列反攻加萨，战争全面升级。接着2025年6月，以色列直接袭击伊朗，12天战争爆发。看似离我们遥远的几步棋，其实每一步都没有偏离伊尔迈尔描述的那条轨迹。但伊尔迈尔最致命的一条预言还不在上面这些。他说，战争爆发的真正导火线是第3个重要人物被暗杀。请特别注意这一句话，不是第1个，不是第2个，而是第3个。就在这第3次暗杀发生之后，战争会在一夜之间席卷整个世界。伊尔迈尔没有明确说这个第3个人是谁，但他说这会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或者与巴尔干地区有关。这一条让无数后来的解读者伤透脑筋，因为巴尔干半岛历史上确实是欧洲的火药桶。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直接引爆了第1次世界大战。2战也和巴尔干脱不开关系。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第3次暗杀是指川普吗？有人会说，川普不在巴尔干啊。但事实上，在预言的传统解读里，地理位置的精准度往往远远不如事件的象征性来得重要。川普过去不到2年之内被3次暗杀未遂，这是战后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第3次未遂暗杀之后不到1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宣布，美军已经精准击杀了负责策划刺杀川普的伊朗部队头目。凶手倒下，幕后黑手倒下，被猎杀的目标安然无恙。一连串的死亡在天平两端同时坠落。伊朗和美国之间早就不是隔空喊话，而是真刀真枪的生死较量。当然，也有解读者认为，伊尔迈尔说的第3次暗杀不一定是指川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也可能是某位宗教领袖，也可能是某位王室成员，也可能是某位金融大亨。这个谜底只有等历史真正展开的那一天才能揭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伊尔迈尔用词的原意强调的是一个拥有巨大象征意义的人物遭到针对性的猎杀。而今天的川普，无论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他确实承载了这个时代最强烈的政治符号意义。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伊尔迈尔是怎么描述大战开场的。他说，一切都在呼喊和平，所有人都在说平安啊平安。接着突然之间，一场新的中东战争会燃起，地中海上会有巨大的海军舰队对峙，局势极度紧张。但真正的火花会在巴尔干半岛点燃，一个大人物倒下，一把染血的匕首躺在他身边，战争就从这一刻开始，一波一波的向外扩散。让我们对照今天的现实。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代号为史诗愤怒的空袭行动，目标是伊朗的军事设施，是伊朗的核设施，也是伊朗的领导阶层。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当晚的第一波空袭中被炸死，这一击直接斩首了伊朗的神权体系顶点，震惊全球。请问，这不就是伊尔迈尔说的中东战争突然燃起吗？再看地中海，美国在波斯湾集结了尼米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双航母战斗群，加上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东岸部署的萨尔级导弹艇和突破者级潜艇，英国也派出了威尔斯亲王号航母支援，法国的戴高乐号进驻红海入口，这不就是他说的巨大海军舰队对峙吗？哈米尼倒下之后，伊朗的打击远未结束。3月26日，
以色列空军在阿巴斯港的空袭中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里萨坦格西里，他正是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一责任人。3月27日，以军袭击了亚兹德省的伊朗主要飞弹生产设施和水雷生产设施。同一天，沙乌地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2名美军受伤，多架加油机被毁，一架 E-3空中预警机也被毁。这一连串的死亡，这一波又一波的毁灭，这一场接着一场的失控，不正是伊尔迈尔描述的一波接着一波的打击吗？我们再来看伊尔迈尔的下一段预言，这一段对我们华人世界特别有意义。他说，在中东战事燃起的同时，东方会出现一支看不见底的大军，他们会发动闪电般的三叉突袭。他具体描述，第一把长矛沿着多瑙河北岸穿过布拉格，穿过巴伐利亚森林，一路插向西北；第二把长矛从萨克森地区穿向西方；第三把长矛从东北朝西南刺进柏林。他们日夜不停地前进，目标是德国鲁尔工业区那一座座冒着黑烟的高炉和烟囱。美国会立刻从海上发起跨越大西洋的反击，但与此同时，所谓的黄龙会同时入侵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不过这条黄龙走得不远，这些细节在过去几十年都被视为冷战时代的产物，被当成一个巴伐利亚老农夫对苏联威胁的恐惧投射。但现在你再读一遍，是不是觉得特别陌生又特别熟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消耗战已经进入第4年，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但俄军并未撤退。欧洲大陆上，美军撤离东欧的传言不断，北约内部裂痕加剧，德国境内的难民问题把整个社会撕裂。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动作也越来越频繁，台海上空有战机，南海上空有战机，朝鲜半岛上空也有战机，每一条线都在冒烟。伊尔迈尔说的那条黄色长龙，如果不是冷战时代的苏联形象，那又会是谁？这个问题我留给你自己去想。但今天我们最想聊的还是那个让所有人心惊肉跳的画面，伊尔迈尔口中的3天大黑暗。他这样描述，战争期间会突然降临一片巨大的黑暗，持续整整72个小时，白天会瞬间变成深夜，伴随着连续不断的闪电，伴随着连续不断的雷鸣，伴随着一场撼动大地的地震。请千万不要走出家门，电灯全部熄灭，电力中断，只有蜡烛能继续燃烧。谁吸入这段时间空气中的尘埃，谁就会立即抽搐死亡。不要打开窗户，窗户必须用黑色纸张完全贴住。所有露天的水全部会变成毒水，所有没有密封的食物都不能吃，连装在玻璃容器里的食物都不行，因为玻璃不足以完全隔绝外面的死亡。外面会有死亡尘埃的云横扫大地，无数人会在一夜之间死去，死亡的人数比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加起来还要多。72小时过后，一切就会结束。但请再次牢记，这72小时不要走出家门，不要从窗户往外看，让蜡烛继续燃烧，并且祈祷。伊尔迈尔还补充了一些更令人震惊的细节。他说，他看到天上的飞行员会投下一些小小的黑色盒子，这些盒子在落地之前就会爆开，散发出黄色或绿色的烟雾，散发出黄色或绿色的粉末。凡是被这些烟雾接触过的东西，凡是被这些粉尘接触过的东西，不管是人，不管是动物，不管是植物，都会当场死去。这片区域至少1整年都不能有任何生物进入，否则就是送死。他还描述，在金色的城市被摧毁之后，这场死亡会像一条黄色的线一样，从海湾边的城市往内陆延伸。战车还在行驶，但坐在战车里的人会整个变黑。凡是这条黄线经过的地方，所有的树，所有的草，所有的牲畜，所有的庄稼都会枯黄、变黑、死亡。房屋还矗立着，但谁跨过这条黄线，谁就会死亡。风会把这团死亡云吹向东方。你读完这段文字，是不是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黄色粉末，死亡尘埃，不能呼吸，1年内不能进入污染区，战车里的人变黑，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对化学武器的最恐怖想象吗？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对生化武器的最恐怖想象吗？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对战术核武的最恐怖想象吗？
事实上，伊尔迈尔生活的年代，美军刚刚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没几年，化学武器在二战期间虽然有研制，但并未大规模使用。放射性落尘这个概念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一个德国乡下的绝景老农夫，他没上过大学，没读过物理，没学过化学，没研究过军事，却竟然描述出我们今天才勉强理解的神经毒气攻击，描述出放射性尘埃的分布方式，描述出核辐射污染禁区需要封锁的时间，甚至描述出战车成员被辐射烧黑这样极为专业的战场细节。这实在让每一个看过他预言全文的人都不得不深思。那么伊尔迈尔说的金色城市又是哪里？最主流的解读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说这是纽约，因为曼哈顿在夕阳下会呈现一片金色光泽，纽约自由女神的火炬也是金色的，而且纽约是西方金融体系的象征。另一个版本说这是布拉格，因为布拉格在捷克语和德语里都有金色城市的别称，这个城市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如果是纽约，那意味着战火会烧到美国本土，一座被毁的纽约象征着整个西方金融秩序的崩溃。如果是布拉格，那意味着欧洲中部将陷入浩劫，也符合伊尔迈尔说的长矛穿过布拉格这个细节。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对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都不是可以轻松讨论的话题。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伊尔迈尔说过，法国的铁塔会倒下，但不是因为外敌入侵，而是因为内部的暴动和革命。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说会有大火从塞纳河畔烧起。熟悉欧洲局势的朋友应该知道，过去几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巴黎的大规模暴动、诺特丹大教堂的大火、马克宏政权的摇摇欲坠，都让这段预言显得格外真实。法国社会的分裂程度在整个欧洲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任何一点小火星都可能引爆大规模内乱。除此之外，伊尔迈尔还提到过一个很少人注意的细节，他说，当大战爆发的时候，会有3个国家在短时间之内崩塌，其中一个是意大利。他说意大利会发生一场巨大的地质灾变，土地会被分割，南部会陷入混乱。而就在2025到2026年间，意大利的火山活动确实明显升高，维苏威火山区地震频繁，意大利政府已经在那不勒斯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疏散演习。这是巧合吗？或者这只是又一个预言正在成真的征兆？好了，聊完了70年前的德国通灵者，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2026年的今天。就在中东战火烧得最旺的这个春天，英国有一位被媒体称为新诺斯特拉达姆斯的通灵者，他的名字叫做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在我们的会员频道里，帕克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他预言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离世，预言过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预言过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预言过英国脱欧。他在2015年出版的那本《来自宇宙的讯息》更早就警告2026年8月日本会发生一场灾难性的气体事件。他还警告过会有一场波及加密货币市场的重大网络事件，会有一场波及 AI 市场的重大风暴。他使用的方法不是塔罗牌，不是水晶球，而是古印度的那地叶占卜术，以及一种他自称能够与另一个世界直接沟通的通灵能力。帕克的 YouTube 频道目前有超过23万的订阅者，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号，叫做末日先知。这个名字是西方媒体给他起的，原因是他过去10几年发出的大量预言中，应验的比例高得惊人。他的妻子珍也是一位通灵者，两人长期一起工作。他们的内地叶占卜方法源自古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相传是数千年前由名叫阿加斯蒂亚的圣人所写下，叶片上用古泰米尔文记载着某些特定人物的未来，来访者可以透过一套独特的仪式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叶子。这种方法在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当然充满争议，但帕克坚称他就是透过这套古老方法加上自己的通灵能力，看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帕克对这场伊朗战争的预言可以说几乎是在我们眼前一条一条应验的。早在2025年底，他就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里明确指出，2026年3月，伊朗的核设施会遭到一次大规模的打击。果然，2026年2月28日凌晨，
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代号为史诗愤怒的超大规模行动，伊朗福尔多山的地下核设施，伊朗纳坦兹的铀浓缩工厂，伊朗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伊朗亚兹德省的阿尔达坎黄饼生产厂，多处核设施全部遭到重创。他还预言，伊朗最高领袖会在这波打击中被清除。结果哈米尼就在当晚的第一波空袭中丧生。他甚至预言过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扩及美国本土城市，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被视为潜在目标。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引起美国国安部门高度警戒。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帕克还精准描述了哈米尼被斩首之后伊朗国内的权力真空。他说，伊朗会陷入一段权力真空的过渡期，军方和神职人员之间会出现激烈角力，几股势力会互相猜忌，有人会试图夺权，有人会试图维稳，有人会试图和西方谈判。他说，这段过渡期内会有数位伊朗的高官被神秘的杀害或消失。果然，自2月28日以来，伊朗国内已经有多位高官在内部清洗或外部打击中阵亡。伊朗政局进入战后最剧烈的动荡期。但我们今天真正想听的，还是帕克对这场战争结局的预言。按照他最新在3月中旬发布的影片内容，帕克认为这场战争会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模式。他用的词是针对性打击，而不是全面入侵。他说，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本土，这是一场纯粹的空中战争，外加海上封锁。他们会打击伊朗的领导阶层，他们会打击剩下的核设施，因为这些核设施绝对不能被留下。然后战事会迅速升级，但会突然停下。是的，突然停下。帕克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快速一击之后随即撤离，把最终结果留给伊朗人民自己决定。他明确感觉不到地面部队的靴子声，只有空袭和闪电般的军事行动。这段预言听起来有没有让你心里稍稍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这场战争不会演变成像当年小布希政府打伊拉克那样长达8年的地面占领战，也不会像阿富汗那样陷入20年的泥淖。但请注意，帕克接下来的话就没那么乐观了。他说，伊朗战争的结束不代表全球灾难的结束。他看到这场战争加上乌克兰战争加上全球气候变迁会形成一个完美风暴。他预测到2026年年底之前，英国和整个欧洲会因为战争和气候的双重打击，出现严重的食物短缺和药品短缺。他原话说，我们已经有很糟糕的天气，整个欧洲都在暴雨和洪水中挣扎，墨西哥湾暖流正在减弱，这意味着从2026年秋天开始，欧洲的粮食供应链可能出现裂痕。更让人坐不住的是帕克对川普的另一个预言。帕克说，川普未来还会面对一个更大的全球冲突，可能牵涉台湾，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热点。他回顾自己之前的预言时说，我当时感觉到会有一场巨大的全球冲突，可能涉及台湾。现在回头看，这可能是任何一场全球冲突。他特别提到，谁能想象格陵兰会被正式讨论并入美国？谁能想象委内瑞拉这种规模的国家领导人会在今年1月被美军突袭俘虏？他说的就是2026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俘虏马杜洛夫妇的事件。世界正在以一种我们从未预料的速度改变，曾经觉得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在明天就成为现实。你把伊尔迈尔和帕克这2位相隔近100年的通灵者的预言并排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细思极恐的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2026年这个春夏之交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比重要又无比危险的转折点，一个从德国巴伐利亚的乡下发生，时隔70年，一个从英国肯特郡的书房里发生。就在上个月，他们描绘的画面细节不同，但结构惊人相似。中东的火花飞起，全球的连锁反应被点燃，一个重要人物的倒下，战争的突然扩散，这不是巧合吧？聊到这里，很多朋友会问，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办？伊尔迈尔70年前的预言，我们该信多少？帕克今天的预言，我们又该怎么看？我想坦白地告诉你，我不是在卖焦虑，也不是在制造恐慌，我只是在试图把散落在新闻里的线索，散落在预言里的片段，散落在历史里的周期，散落在地缘政治里的讯号，
这些点点滴滴串起来，让你看见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至少有3件事，我认为是我们可以从伊尔迈尔的预言中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家里要常备一些基本物资，不是说真的要囤积5年份的罐头，而是一些基本的应急物品，例如瓶装水，至少每人每天3公升储备1周，例如密封的罐头食品，例如干电池，例如手电筒，例如打火机，例如蜡烛，例如 N95 口罩，例如家用急救包，例如适量的现金。这些东西不是给战争准备的，是给任何突发状况准备的，包括地震，包括台风，包括停电，包括停水，包括停气，包括瘟疫。你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但一旦真的遇上，就是救命。台湾位在西太平洋地震带上，台风和地震本来就是每年固定来袭的威胁，准备一份家庭应急包本来就是最基本的常识。第二件事是关于窗户。如果真的遇到突发的空气污染事件，不管是化学泄漏，不管是辐射尘，不管是火山灰，不管是沙尘暴，不管是生化攻击，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伊尔迈尔说的用黑色纸张贴窗户，今天来看其实就是尽可能做到完全密封。你可以用宽胶带把窗缝封住，门缝塞湿毛巾，关闭所有通风系统。这个知识在各国的民防手册里都是第一条。如果外面真的有什么不明气体，如果外面真的有什么不明尘埃，密封的室内就是你最后的防线。第3件事是心态。伊尔迈尔的预言，帕克的预言，诺斯特拉达姆斯的预言，中国的推背图，西方的启示录，这些东西本质上都不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它们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不安和躁动。真正的关键从来不在于预言是否精准到每一个日期，而在于当我们看到世界正在某个方向滑去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清醒和冷静去应对。恐惧会让人瘫痪，但清醒会让人行动。与其花时间害怕预言，不如花时间把自己的家庭打理好，把自己的工作打理好，把自己的财务打理好，把自己的健康打理好。真正能保护你的从来不是预言，而是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我还想特别对住在台湾的朋友说几句话。台湾这几年的局势大家都看在眼里，两岸的紧张关系不是短期内可以缓解的，加上这次中东战事燃起，全球大国都在重新盘算自己的战略布局。帕克明确提到过，川普未来的全球冲突可能涉及台湾。这不是说台湾明天就会出事，而是提醒我们，一个岛屿国家，一个贸易依存度极高的经济体，一个地缘风险级别如此之高的社会，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的家准备好。除了前面说的应急物资，还要特别注意家里至少要有一个备用的通讯方式，例如一台简单的收音机，可以在网络和手机信号中断时接收防空警报和政府广播。如果有预算，也可以准备一些备用的食物罐头和应急照明。这些不是杞人忧天，这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应该有的基本准备。有朋友问我，既然预言这么准，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几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末日预言，但末日却一直没有真正来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预言本质上是一种对潜在危机的感知和放大，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们集体的焦虑和恐惧。伊尔迈尔生活的年代是二战后冷战阴霾最浓重的年代，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苏联的坦克可能一夜之间跨过易北河。他的预言里那些最核武最化武的细节很可能源自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恐惧。但预言之所以让人在今天还感到震撼，是因为他描绘的威胁模式竟然在70年后依然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或许说明人类从未真正走出那种阴霾，我们只是不断地更换演员，戏码却大同小异。还有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代全世界各地的预言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2026年前后？除了伊尔迈尔和帕克之外，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也预言过2026到2027年会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他描述的画面包括一场巨大的太阳闪焰，一场跨洋的战争，以及人类文明的一次剧烈重组。秘鲁的萨满在2025年底的年度仪式中预言，2026年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冲突会急剧升温，甚至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川普可能会生一场重病，
并警告美国要做好准备。中国的推背图和烧饼歌里面也有许多预言与当代局势对应的段落，被网友整理成无数版本，在社群平台流传。这么多预言家，来自这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这么不同的占卜方法，却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伊尔迈尔还说过一段很少人注意的话，他说，战争会在3天的大黑暗之后结束，然后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他形容那个年代是每个人都可以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过住舒适平和的生活，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仇恨。基督教信仰会复兴，传统价值会重建，人类会迎来一次大规模的精神觉醒。这是一幅几乎不可能的理想图景，但他真的这样说了。在所有可怕的画面之后，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局。你看，哪怕是最黑暗的预言，最后也总会留下一点光亮。或许这就是预言存在的真正意义，不是让我们绝望，而是提醒我们，黑暗中要备好蜡烛，困顿中要留住希望，混乱中要牢记自己是谁。这或许才是那个70年前的巴伐利亚掘井人想要透过他神秘的通灵之眼，跨越时空告诉我们的事情。最后，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现实。2026年4月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说，只有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恢复伊朗船只从伊朗到目的地以及返回的完全航行自由，海峡才会恢复通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天上午10点半之前，至少有8艘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海峡，但至少同等数量的船只掉头返航。稍晚，印度外交部宣布召见伊朗大使抗议，因为2艘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在海峡遭到枪击事件。全球大约20%的原油运输依赖这条狭窄的航道，全球大约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也依赖这条航道。这条航道一关，全球能源市场立即震荡。这个春天，所有的齿轮都在转动，所有的线索都在汇合。中东的硝烟散不开，霍尔木兹的枪声还在响，川普遇刺的余波没有平息，哈米尼之死造成的权力真空还没填满，伊朗新领导层的不确定性让各国观望。俄乌战争的僵局阴影笼罩欧洲，台海上空的战云越来越浓。委内瑞拉政权的崩塌改变了南美格局，欧洲移民潮进一步恶化，社会分裂，全球经济的通膨压力还在累积。日本政坛也陷入动荡，每一条线单独看都不致命，但他们正在以一种伊尔迈尔和帕克都曾描述过的方式同时绷紧。如果你问我相不相信预言，我的回答是，我既不全信，也不全然不信。我相信历史有它自己的韵律，我相信人类的愚蠢从未改变，我相信危机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降临。我不知道伊尔迈尔口中的那3天大黑暗会不会在我们这一代真正出现，但我知道，准备好一个家庭，保护好身边的人，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今天能够抱抱家人，能够吃一顿热饭，能够说一句我爱你，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伊尔迈尔在去世前不久，曾经跟一位来拜访他的神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不是先知，我只是看到了画面，这些画面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但他们不是我编的。如果这些画面让你害怕，那不是我的错，是你自己心里本来就害怕。如果这些画面让你清醒，那就把这份清醒带回家，好好爱你的妻子，好好教你的孩子，好好敬畏你的上帝。这样，即使大黑暗真的来临，你也不会在黑暗中迷失。这是一个70年前的巴伐利亚老农夫留给我们的话，朴素的几乎不像预言，更像一句父亲对儿子的叮嘱。就这样吧，愿我们都不要真的走到伊尔迈尔说的那72个小时，但愿我们即使走到了，也都有蜡烛，也都有家人，也都有信念，也都有那一份在黑暗中依然不会熄灭的光。